威廉，我们来测试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糖瘾，好不好？好啊，第一题，你喜欢喝含糖饮料吗？我以前喝零卡可乐，自从知道阿斯巴甜会致癌以后，我连零卡可乐都戒了。值得奖励。第二题，你常会为了喝含糖食物找借口吗？比如说肚子饿啦，犒赏自己一下啦，好几天没有吃红豆面包啦。那是难免的嘛，不找借口，那不就更有罪恶感吗？ OK， 记1分。第三题，你曾经戒糖但都没有成功吗？这应该是每个礼拜都在发生的事吧？那就是2分咯。第四题，你吃完大餐后会不会头晕呢？这我倒是没感觉，吃完大餐以后，除了舒服还是舒服。第5题，你就算是不饿，还是可以吃下大量淀粉类食物或糖果吗？那当然，如果刚好有那些零食可以让我嗑的话，再加1分，一共是3分。第6题，当你感到沮丧的时候，你会需要越来越多的甜食让自己觉得舒服吗？这是当然的，吃甜食可以让人感觉愉快嘛。那就是4分咯。第7题，你曾经打算吃一小块饼干，最后却吃掉一整包吗？这不是经常发生的事吗？已经5分咯。第8题，你餐后不会想要吃甜点吧？我餐后都吃水果，这该不算吧？的确不算。第9题，你吃完一顿饭后还会感觉到饥饿吗？吃饭当然会吃饱，怎么会感觉饿呢？最后一题，你会秘密吃甜食不让任何人知道吗？哈，这不就是我的嗜好，秘密吃甜食，又刺激又甜蜜。以上10题只要5分就是糖上瘾，你还一共得了6分，确定吃糖上瘾无误哦。那你今天一定要彻底了解糖瘾，知道你为什么会上瘾，又有什么坏处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一定要戒除糖瘾，那可不只关系着你的肥肉而已，知道吗？难道除了变胖，还有其他伤害吗？当然啦，伤害可大的呢。首先，我来说明一下吃糖时候人体的反应。当甜味刺激舌头上的味蕾时，它们会传送信号到大脑，这些信号进入大脑中的丘脑后，会分别传递信号给杏仁核、海马回和伏隔核。杏仁核在情绪管理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，它接受到甜味的信号之后呢，会引发愉悦感。海马回则负责短期记忆，它会将这种愉悦感跟甜味联系在一起。最后，伏隔核是奖励系统的核心，它会因此释放多巴胺，进一步强化这种愉悦感，形成一种正向的奖励机制。而这种奖励机制所带来的愉悦感，就是伴随着糖类摄取，我们血糖升高，使人类得到快速能源的同时一起产生。这种感觉使我们容易形成对糖的依赖，尤其在我们情绪低落或压力大的时候，人体因为合成代谢不足感受到压力，致使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升高，就会促使我们应付合成代谢的分解代谢需求提高，更容易去寻找能够带来愉悦感的糖类食物。这也解释了我们在沮丧时更渴望吃到甜食的现象。当这个奖励通道经常被启动的时候，糖瘾就会产生了。人体需要吃到更多的糖才能够得到满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经常性暴露于高糖饮食可能导致对多巴胺的耐受性增加，这也就需要更多的甜味才能够达到相同的愉悦感。这种现象类似于药物成瘾，我们称为糖瘾，也就是导致肥胖的重要成因啊。这样听起来蛮难戒的，如果这糖瘾没戒掉，会有哪些后果呢？肥胖是不用说了，我们在控制糖类减肥那集有提到过，许多精制糖所做成的食品多半没什么营养，也不容易有饱足感，因此就会让我们不知不觉中吃下很多多余的热量。所以糖瘾如果没有戒掉，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减肥成功的。所以我肚子上的那圈肥油就是糖瘾造成的咯。那还用说啊，肥胖已经很要命了，更严重的是，肥胖引发一连串的风险，像长时间吃太多糖，会导致胰岛素阻抗，也就是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低落，无法感测出正确的身体血糖浓度，导致血糖太高，进而罹患糖尿病。同时，过多的糖类摄取都会促使过多的能量转变成三酸甘油酯，和增加血中低密度脂蛋白的浓度，这些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。而三酸甘油酯太高，累积在肝脏里面，就容易得到脂肪肝，成为肝癌的重要成因。而高血糖导致血糖飙升，制造胰岛素的胰脏就会疲于奔命，也会提高胰脏癌的几率。同时，过高的血糖也会造成蛋白质糖化，
使蛋白质破碎，像胶原蛋白这类的蛋白质破碎，就会使人看上去显得苍老。此外，糖瘾还会对心理造成负面影响，像糖会影响血糖，血糖的波动会导致情绪波动，糖会影响大脑中我刚讲的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，如多巴胺和乙酰胆碱。多巴胺和乙酰胆碱是调节注意力和学习的重要神经传导物质。糖会导致多巴胺浓度升高，但这种浓度的升高是短暂的。当多巴胺的浓度下降的时候，就会引发焦虑和抑郁，也会产生注意力不集中，而乙酰胆碱浓度降低也会致使注意力不集中。这么说起来，坏处还真不少，不戒还真不行呢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讲讲该怎么戒糖瘾呢？首先要多喝水，有时候人体会搞不清楚是想喝水还是想吃甜食，因此想吃甜食的时候可以先喝水，往往就可以消除吃甜食的欲望。一天的饮水量可以以体重计算，用体重乘以30cc 作为一天的饮水量。像你的话，70公斤就是喝2100cc 的水。再来要有充足的睡眠，这样可以消除人体不必要的合成代谢压力。我们在讲到睡眠与肥胖那集有提到，当睡眠充足之后，我们想要吃高油高糖的欲望自然就会下降了。还有要尽量维持血糖稳定，比如用餐的时候可以先吃蛋白质和蔬菜，以及多吃一点蛋白质，这样都可以维持血糖的稳定。切记不要单独先吃糖类食物，一定要先补充蛋白质和膳食纤维，最后再吃糖类食物。这样不但可以减少糖类食物的摄取，也可以保持血糖稳定。开始戒糖以后，就不要让自己有看到或接触到甜食的机会，比如不要特意经过贩卖甜食的商店，像你的话就是不要经过便利店，你就不会想到要去买红豆面包。家里也不要存放甜食零食，这样看到的话就不免会想到要吃啊。这应该会是最难做到的，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是对便利商店上瘾，还是对红豆面包上瘾。如果你忍不住想去便利店，那你就买茶叶蛋代替红豆面包，因为你没有那么爱吃茶叶蛋，久而久之，你就不会那么想去便利店了。此外，3餐一定要吃饱，每日摄取足够的蛋白质、好的油脂，还有膳食纤维。餐与餐之间嘴馋的时候，可以用水果、原味坚果、黑巧克力、口香糖取代甜食。如果购买手摇饮，就要坚持无糖，因为点半糖有时候不一定真的能够喝到半糖。店家通常会多加一点糖，让你觉得饮料更好喝一些。还有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不小心失控吃下超过预期的甜食，不要过分苛责自己，要想着自己已经成功做到的那一部分，然后逐步将成功的部分极大化，就会成为一个正向的循环哦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信心大增。走，隔壁街刚开了一家蛋糕店，我们这就去买2块，好好庆祝一下。我已经戒糖2个礼拜了。